服务一待就30年了。丁健大哥也是做30几年了哈，资深的大哥哈。啊，博洋大哥平常协助弱势哈，坤生大哥哈，他们都默默的在做。看是病人在那边休息了，我就不以为然，后来经过快1个小时的时候，病人就抱住小腿，然后低着头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就过去问他，我说：“先生，你怎么了？”他就抬头看我一眼，他就说：“我卡吧，没啦，头昏昏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我都起来了。”然后我就赶快去拿轮椅送他回病房。那个病人就一直跟我道谢，说多谢。然后事后我回想起来，想说一件小事情啊，看似病人在那边休息啊，可是他如果当下他突然昏倒，还是休克，还是心急的话，没有人理他的话，那就是一件大事情。所以说，多多用心，多多关心，欢喜做的话，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我们就是做医护的这个后盾。那在去年的这2、3个台风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外面的交通没有办法运作，然后也没有这个热食可以吃，真的是很感恩我们这2个单位，风扇和我们警勤就是携手合作。那在同仁都在值班的时候，没有热食吃的时候，我们风扇就做了将近1000个便当，跟我们的警勤随时会在这些医护还有前面的同仁上下班。当初接近慈济的时候，我对素食是比较陌生，也是都谢妈妈在旁的指导，升了主管，那我责任更大了。餐厅一个小餐厅，营养科一直搬到金字堂的大餐厅，那接应的人更多。以前的列车都是1000个、500个的回来。感恩啦，3餐啦，就是要安定，这叫做生活。各位菩萨，咱都是咱我们这个家庭的主人，所以呢，人人都是家庭的主人。从外地回来的家人，最重要是给他吃到了，很欢喜，这就是情。这相信大家的印象一定会很感动，抱着欢喜心，回味无穷。他们邓启应该还会记得回来花莲素如素能吃得这么欢喜，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推素，因为慈济似乎一个心愿，期待呢能净化人心，期待呢能净化大环境。这个大环境的生态跟人吃的是很密切的关系。荤的需要很大片的土地去做养殖业，人口多了，吃荤的人多了，养殖业就大了，所以呢，容易砍树，破坏生态，而且呢，污染大地。看看这很多的牲畜，一架给一架要养了几个月呢，也许1年，也许半年、8个月，也说不定。它
需要的饲料，他需要的水等等，他需要多少？现在啦，在国际之间，许多人啊，在饥饿中，苦难人很多，他们的生活、食住都是很困难。有时阵啊，看到呢，这是要安怎来形容？这是人间吗？动物还可以给他低疗、低疗、二疗，那一群人呢？谁给他安住的地方呢？何况吃？所以说，苦难人偏多啊。但是我们要如何让人可以培养爱心？要培养爱心啦，最重要的是这一份的善，先啦，有慈善的心，那有慈善的心啦，他一定疼惜万物。所以疼惜万物呢，就不会去杀生。不会去杀生呢，要安怎人要安怎吃会饱？其实五谷杂粮，这都很足够营养。看看金色林，看看我们台湾有多少寺庙，他们也都是呢茹素啊，他们的身体健康不亚于吃荤的。可见素，只要我们多宣导，我们做得好，让大家呢来到花莲啊，吃到也就会赞叹，原来寿喜也这好啊。他们呢会感觉茹素啊，这种的善法，他们就会启动起来。师父讲，不要吃欠济一餐啦。我这世人吃伊半斤，我来世人爱行伊8两，总是呢有贪就要有还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呢，把这样素食来顾好他的善心，启发他的善念，也真简单哦。总是呢，会当成就人素食都是好事啦，很感恩。那尤其是敬畏菩萨，我们呢，医疗本来啦，都是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大家人用爱心，就亲像拄则咧讲迄个故事，那一位病人，他坐在那里，到底有的病人啊，病故厌世突然间的启动不是不可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用善与爱的一念心来看他，多关心他，也许跟他问个好，跟他聊个天，也许啦可以转变他的命运，也说不定总而言之啦，爱就是人间最温暖、
没有爱的人间呐，其实呢是很孤单、很无聊。我们要有一群心中有爱啦，汇合在一起，善友啦，难回。一世人要交到好朋友吼，真困难。那我们这么大的团队，都是呢抱着一念的善心，就是有缘可以呢，在慈济啦，大家和和互喜，让我们这样的医院啊，这样的环境啊，能稳住人心，服务花莲，这也是功德，真的很感恩啊。